正是容易动情的年纪，这么互相揉了几下，小腹便烧了起来。魏无羡一边亲着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挪了挪大腿。蓝忘机觉察出来，伸手将他往怀里一揽，将两人腰腹更紧地贴在一起。蓝忘机咬着他的嘴唇，低喘道：“魏婴。”认识到自己的心意后，魏无羡对段秀之间的行房方式有一点了解，无论是从体力、身长，还是情势中的控制欲来看，都对二人的位置有了大概的预设。但两次情势的不顺利，无疑给了魏无羡心理上的打击。他本能地觉得这次也不会顺利，就暗下决定，只有一个人舒服就行。别动，我给你弄。他伸手去解蓝忘机的腰带。魏无羡回忆着从书上看到过的亲热画面，努力让自己显得淡定从容。蓝忘机肯定不会，他得做他们之中的那个引导者。不过很快，魏无羡就知道自己想错了，蓝忘机很会，甚至比他还要会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魏无羡喘着气，抱着蓝忘机好一顿亲昵。趁着他这空档，魏无羡把心里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。更羞耻的是，都做过了，本来不该再羞的。可魏无羡说这些的时候，却不敢看他。在江家祠堂的时候，我就打算好了，以后就是你了。我不但想跟你一起生活，还想跟你一起夜恋，还想天天同你做这种事。我喜欢你，蓝湛，你特别好。蓝忘机紧抱着他，不作一声。魏无羡得不到回应，不安地抬起头。你听到了吗？耳边的声音有点哑哑的。听到了，我全都听到了。魏无羡还想再问什么，还没开口就被重新稳住。他能感觉出来，蓝忘机比刚才更激动了。他摸着他的耳朵，是滚烫的。蓝忘机对待感情隐忍克制，就给了魏无羡一大错觉，这人在床上应该也是温柔保守的。直到最后，他跪都跪不住了，才半梦半醒着想：村里的女人说蓝湛在床上凶，还真没冤枉他。怎么感觉你体力似乎更好了？蓝忘机没听懂他的言下之意，思索一番，认真答道：劈柴对臂力腰力有益。魏无羡已经深刻感受到了，眼睛湿漉漉的埋在胳膊里。以后我也劈柴吧啊！苇草连天，夜还很长。他们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，村子里没有一点声音，小路黑黢黢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魏无羡本来还担心路上碰到谁看到他们这姿势该如何解释，这下是彻底放了心，卸了一身重量，乖乖趴在蓝忘机身上。就算身上背着一个成年男子，蓝忘机也丝毫未受影响，步履又轻又稳。他们借着碧晨的剑光，缓缓地往家赶，心里一片安宁幸福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羡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